我操，真是笑死我了，兄弟们！你们说这个 Sweet Baby 惹谁不好，偏要惹国人的第一款3A 游戏。这一次啊，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我认为它绝对会载入游戏史的历史时刻。因为就在此时此刻，悟空的粉丝们正在带领全球的玩家团结在一起，他们举起了反抗毒瘤入侵的大旗，讨伐那些寄生在游戏产业中的耗子屎机构。起因是一名中国网友在社交媒体网站发布了爆料，他的帖子上指出，一个国外专门搞多元化的组织试图勒索远在中国的游戏企业。对，他说的就是《黑神话：悟空》的开发商游戏科学。在文中提到了这个名为 Sweet Baby 的组织，试图让游戏科学对其支付$700的指导费，为其提供他们所谓的 LGBTQ+ 以及肤色多元化的正确指导。但是以他们这帮左白的 IQ， 可能怎么都想不到，作为一个继承着东方大国游戏产业希望的产品，他们的主要消费群体是一帮基本完全本土化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对于《西游记》这个题材的理解是几乎刻在 DNA 血脉中的纯洁信仰，所以当然是不好意思，中国并不吃你们乱七八糟的那一套东西。他们的提议被游戏科学拒绝。不过由于 Sweet Baby 早就打通了媒体渠道，媒体成为了他们的威胁手段，只要你不配合，那他们可以通过媒体发布相关的负面新闻，对你还有你的游戏产生攻击，从而影响你的游戏销量。所以我们可以有预见性的看见 IGN 又开始他们开始针对《黑神话：悟空》大打歧视女性的话题引导策略。在这里注意一下 ，IGN 中国不在这次的攻击范围之内，因为 IGN 中国的实际特许运营资格在腾讯手上，并不参与其他地区以及 IGN 总站的运营。不过好在转折点来了，这篇来自中国的爆料被一名国外的社交媒体平台的用户翻译成了英文转发，这一下真是不得了了，直接引爆了炸药桶。要知道 ，Sweet Baby 这类组织早就已经惹恼了国外大量的游戏玩家，因为早在之前 ，Sweet Baby 就因为他的2位联合创始人而出名，也正是之前大名鼎鼎的游戏门事件。此外 ，Sweet Baby 的首席执行官还公开承认过他们的运作方式，他们通过威胁的方式逼迫游戏厂家和他们合作。一旦合作，游戏厂商不但需要支付数以百万的美元指导费，还需要接受他们打着包容性口号，在他们的作品中强行更改玩家喜爱的经典角色，并强行篡改他们所理解的正确剧情。经常玩游戏的朋友应该都会有明显的察觉到，近几年来游戏中的角色越来越不好看了，甚至直接变丑了，又或者说逐渐充满了刻意的他们所谓的包容性的那些标签，不但看着难受，游戏的氛围感下降，也越来越不符合实际，有时候甚至完全无法代入。比如说北欧神话题材，你为什么给我塞黑人？日本战国题材为什么会有日本人被一个黑人武士暴打？然后为什么地平线的主角变成了吃播主播？又凭什么因为疑似大男子主义让我的乔尔被一个蕾丝用高尔夫球棍活活打？所以 Sweet Baby 这类公司的存在就已经污染了非常多的游戏厂商，国外的玩家早就已经恨得牙痒痒了，但这么久以来从来没有任何厂家站出来对此行业怪象发表相关的看法。不但如此，包括育碧、顽皮狗这类的大厂好像还在主动迎合这种怪象，所以玩家们就好像和厂家进行切割了一样，厂家也并不在乎玩家的看法，玩家们感觉好像除开愤怒之外也没有任何能够改变的办法。而这一篇关于黑神话悟空的国人爆料文章的出现，在此刻它的真实与否其实都不重要了，因为这一次游戏科学的拒绝对于玩家来说意义非常重大。这些国外的玩家发现，有一个来自中国的游戏厂家选择和玩家站在了统一阵线上，拒绝这些所谓的包容性的歪风邪气。那于是这一下整个游戏圈的各种社区都直接炸了，就算无法确认这条信息的真实性，他们也都不在乎了。各种支持黑神话悟空的声音不绝于耳，全球的玩家们在这一次也真的就是完全团结了在一起，共同声讨行业毒瘤 Sweet Baby， 其中不乏其他同样早就忍了很久的游戏媒体或者各类的媒体人，甚至前暴雪制作人 Mark Cam 也在游戏从业者的身份参与到玩家的队伍中来，每天高强度的鞭打 Sweet Baby 还有 IGN。 那么至于取得了怎样的战果，我会在下期视频和各位战报，只能说现在真的是非常精彩，这一波事件的精彩程度真的堪称经典。而这一次的爆料，我认为真的是悟空多年修得的运气，因为这一次他达到了空前绝后的推广效果，可能是游戏科学砸几个亿都不一定能达到的。在之前因为没有看见悟空的全貌，其实我还真的码不准他会不会成为我们中国人的第一个3A 游戏，但是现在兄弟们，现在不管游戏质量的好与坏，我都愿意称它为真正的神。